然后紧跟着我们上一期的博客搭建，然后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博客的基础使用。然后我们首先看到基础设置，然后页面设置这里，我们打开了。然后的话，它这里就是说我们首先看页面设置，我们点击这里，然后这里是看到我们有一个关于的一个页面，那这个页面指的是这里的这个页面，然后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。然后他说这里是一个自定义页面，然后我们点进去看一下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页面的一个显示内容，然后你可以修改呀、或者说你可以在这里写一个关于你自己的一个介绍啊之类的，然后就是这里我这里有写，然后还有就是菜单第二个就是这个菜单的设置，我们点这里，我们看到这里有4个主菜，一个是首页，一个是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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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然后这几个页面，如果你不需要的话，就可以删掉。然后我自己的话是留了一个首页，跟一个关于我改成了关于我，就是说写一个我大概的一个介绍。然后你这里你不需要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删除，然后你前面就可以看不到了。然后这个也可以将它删除，或者是在下面新增一些也可以。然后像现在就只有这两个，我们可以刷一下看一下，对吧？现在就只有这两个，现在就只有这两个了。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编辑，编辑的话，你这里可以链接地址，链接地址的话，你说你首页，所以你就是在那这个地址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过来，我就直接将它粘过去，然后就点击提交，然后它修改之后我们刷一下，然后比如我们现在点到这篇文章里面，它这篇文章我们现在链接地址是这样，然后我们再点一下首页啊，它就回来了，这里是给了一个链接地址，就大概一个操作。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说一个插件设置，我们打到插件这里，插件有插件的话，它这里Hello 的话，它这里提供了3种，一个是一个应用市场，然后一个是本地上传，然后一个远程下载。然后应用市场这种方式的话，就说你先要安装这个应用市场的这个插件，然后你才有这个应用市场这里，然后很类似于就是我们平时手机你下 app 一样。第二个就是本地上传，本地上传的话，你就是先把这个插件你下载到本地电脑，然后你再传上去，比如说就在这里，然后这里。然后比如说你插件安装，然后你这里点击我同意就可以了。然后你看它12版的话，它是默认装了这个应用市场，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再装了。然后我当时安装的是低版本，然后低版本它是没有装的，我就是手动把应用市场装上去的，比如本地上传这里，然后你就浏览你电脑里的文件，然后把这个传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它提供了有2种的插件下载方式，然后第一个就是一个官方的应用市场，然后还有一个 GitHub 仓库，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看，然后还有一个 GitHub 仓库，我们都打开看一看。然后比如说这就是它的一个官方的，就是说这上面一个市场，比如说我想搜一个Markdown 的话，然后就选 Markdown 编辑器，然后它这里有几个，然后你就可以下载，然后再传上去。比如说一个这个吧，我们比如说你点下载，然后把这个下载好了之后，然后你再传上去。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 GitHub 仓库，这边的话有主题，然后主题啊、插件啊这些都有。然后你有需要的话可以看一看。然后你插件下载完成就手动上传。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这里有一个远程下载，远程下载的话，这个我本人没有使用过，然后所以不是特别方便怎么用。然后如果有知道的或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去了解一下。然后插件的介绍的话，我目前就是简单使用了几个。第一个的话，就是因为我是用 Markdown 写文章，所以我就需要一个Markdown 的一个编辑器。然后等一下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就说我们点文章这里，比如我们写文章，然后我们修改一下它这篇文章嘛，我们做个演示，然后你会发现它这里就没有一个 Markdown 的一个编辑，它直接是用它默认的这边一个编辑。
然后所以我们需要装一下这个 Markdown 的一个编辑。它这里有需要我们自行下载这个 Markdown 编辑器。Markdown 编辑器的话，我这里的话，我们返回来。然后我自己现在用的是这个跟这个，然后我对比的话，就是说这个的话它是有一个可以直接显示的一个功能，就相当于有一点像 Typora 那种，就他们反正就是有一个对比，然后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。然后可以给大家，我们可以现在就是给大家演示装一下，然后我看一下，这里，然后我们插件点这里，然后我们安装。安装的话，我给大家试一下本地上传。云上传的话，我们是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编辑，然后我们点击打开，然后确定，然后它就自动装上了。然后我可以等它加载一下。OK，好，那它已经默认启用了，我们再点文章这里，我们点一下，然后我们这里就有选择，然后它这里不能切换，那我们也只能是新建，然后我们可以改成这个，然后我们来进行编辑就可以了。OK，好，那它这里就是可以用 Markdown 的一个语法了。就这样，它这个可以有一个这个作用，这个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。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比较有用的就是这个，文章的导入导出这个功能。然后就是说，因为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在 Typora 里面写文章，然后的话，然后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插件，然后在这个里面写了文章之后，我再直接把它导进去。这个是这个是我感觉用起来会比较舒服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就比如说，嗯，比如说我现场演示一下吧。然后我们插件，然后我们安装，我们这里就是在应用市场里面安装，就是文章的导入导出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安装。OK，好的，它这里很快安装就成功了。那我们刷一下，OK，当你这里安装成功，你下面会有一个，然后我们启用一下，OK。好，希望那你下面工具这里就有一个文章导入导出，然后你又可以导入文章，它只支持导入 MD，我们就可以导入一个，比如说我就可以导入一个我现在使用的这个文章，打开，然后我们上传，然后上传之后，你又可以在文章这里，就是说，看到一篇这个文章，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就导进去了。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代码高亮的。可以让我们的代码更加醒目，并且容易复制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的。然后关于这个代码高亮，我讲一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这是我的博客，然后进到这里之后，你发现这里就是那样的，然后后面有这个 copy 啊之类的，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功能。然后如果你没有装这个插件的话，你这里就是黑的，然后你这里也没有一键复制的这个功能。然后这个就是大概的，就是说就方便大家复制啊这些。这三个的话，就是我体验过的一个还可以的一个插件，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主题啊，那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，因为我觉得默认的主题对我来说已经很好用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刚刚解释，这个就可以选，然后说一下图片，就是说图片这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我在这个本地这里，就是说我这个可以显示图片，但是我在这里它就没有显示不了了。我这个原因就是，就是因为，
我们的文章就最后放在互联网上的。我们在本地编辑的时候，我们的图片存放在本地，那么引用的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或者是绝对路径啊、相对路径啊这样的访问。但是我们发布到互联网之后，那我们就没办法访问我们这个电脑里面本身的一个图片了。那我们就需要引用到一个新的东西，叫图传，就是相当于是做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图片的系统，然后我们把图片传上去，然后我们引用的话，文章写文章时候，我们就引用到这个图传里面的这个图片。然后市面上有很多图传的实现方式，然后比如说有些团商提供对象存储啊，他们那种存储，但是把它当做图传，我觉得大材小用了。然后还有一些免费付费的一个图传，这个大家自行搜索一下。然后我经过网络搜索，然后我选择是这个 PSXC，然后还有一个 GitHub 来搭建图传，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仓库地址，我们可以访问一下，就是这个，然后它就是说，这个使用的话，你有一个 GitHub 的账号，我们就点这个在线使用入口，然后你就需要有这个 GitHub 账号，然后它这里有一些教程，然后你可以自己看，然后搭配成功了之后，就搭配成功就这样，然后还有一个使用教程，然后你自己可以点进去看，然后我这里着重说一下，就是说到时候你的那个就是最后你那个链接的话，我建议大家，它默认的是 GitHub 的这个链接，我们可以，然后这里是默认的是 GitHub 链接，然后官方建议改成这个 GitHub Pages，或者是然后我自己使用的是这个 JS Deliver，然后我这边测试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可以访问，然后 GitHub 的话就是说，你国内的话是访问不了的，然后很多人都访问不了，然后建议大家或者说改成它官方的这个 GitHub Page，第一个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这两个，建议大家改成这两个。然后你按照官方的教程，然后上传自己的图片，然后最后把图片中的 image 修改之后就可以访问图片了，就是在这里，嗯，对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你这里你把它删除，后你这个图片引用你粘贴上你的那个你在那个这个 PSA 这里面，然后还获取到的这个图片的一个 URL，你粘上去了，它就可以访问。我大概就这样。然后的话，我本人是初步上手，然后这个东西的话，Hello 的一个博客的话，我感觉还是比较快就可以上手的。然后就是说，就是说我在图上那部分，就是说看的还蛮久的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我直接使用的是 GitHub 这里，然后我发现，我自己本地这边是可以访问，然后我给我朋友说一下，让他们帮我测试一下，我发现他们都访问不了，然后我就在慢慢的测试，然后就是这个里怪我自己没有及时去看这个文档，然后我自己琢磨了半天为什么呀？我最后自己想到的可能是 GitHub 那个链接，大家访问不了，然后我就去那边改一下我链接，都改成这个。刚开始改成这个 JSD 了，然后就可以访问，然后就没有管。然后后面想给大家做视频的时候，然后我又去看这个文档，我才发现人家官方这里，早就给大家说了，然后说一说，就是说大家在使用的时候，还是尽量先完全把文档看完吧，反正还是挺多坑的。然后，然后主题的话，就是我个人还是挺喜欢我官方这个默认的一个主题，然后比较简洁，然后符合我自己想要的样子。然后它里有Hello 或提供了其他的主题样式，然后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。哦，这里，就在这里，这里有一些主题，然后大家可以去，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，然后也可以进行修改，然后应该就是像那种插件的模式，然后直接上传上去，然后就可以改。然后大家有需要的话，就是去它的官网或 GitHub 再仔细看看。然后当然还有很多我自己没有讲到的一些插件啊，包括它里面如何使用一些存储啊，OSS 存储啊，它里面都有一些插件。然后你有需要的话，你可以去了解一下。然后的话，同时也欢迎，就是说我个人觉得这个项目还是比较优秀的。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大神啊、开发者啊，就是参与这个项目的开发。然后如果你，然后这个就是我大概
想讲的一个内容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请给我点赞、投币、收藏吧。然后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